瓜友们，原少林方丈释永信的瓜直接变成了原子弹了。就在7月28日，咱们佛教界的最高管理机构中国佛教协会亲自下场发了公告，给这出大戏一锤定音。公告说，释永信的所作所为性质十分恶劣，严重败坏了佛教声誉，正式注销释永信的戒牒。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就是开除僧籍，直接把他从佛门族谱里踢出去了。而且公告还把他的出场设置给回复了。没错，从今往后世间再无释永信方丈，只有登封公民刘应成。这可比塌房刺激多了，这叫打回原形。这哪是长津阁着火，这简直是佛祖亲自下来拔网线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些传了好些年的与方丈有关的女性名字？什么河南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施延杰啦，哈尔滨的关丽丽啦。但朋友们，官方指控只是冰山一角，坊间流传的瓜那才叫一个惊心动魄。有传言说啊，早在2008年，大师的私生子就不止一个了，至少3个起步，儿女双全，凑了个好字。更炸裂的是一个关于敲诈的传闻。大师早年间在深圳也曾留下一些风流债，牵涉到一位女大学生，后来想玩消失，结果姑娘不干了，发短信说得300万，不然就曝光你。你猜大师怎么着？毫不犹豫，直接报警说自己被敲诈了。河南警方那叫一个雷厉风行，直接飞到深圳把人带回来审。结果姑娘淡定地说，我不是敲诈，我们是抱养关系，不信你们再飞回深圳，我房子冰箱里还冻着一大包证据呢。据说警方听完都懵了，让大师来一趟说清楚。大师推三阻四，最后在电话里憋出一句，要不我赔他200万吧。这故事的结局咱不知道，但据说那些带着龙气的证物当年可是在河南省公安厅的政务室里待过一段时间呢。时间呢是个好东西，它能让真相浮出水面，也能让当年的辟谣变成今天最大的笑话。咱们把时光机导播10年，回到2015年。那一年，有位自称是正义的神秘大侠洋洋洒洒写了篇讨贼檄文，把释永信的底都快扒下来了，说他有2个户口本，早就被开除僧籍了，还点名道姓说他跟谁谁谁生了娃。当时那叫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结果呢，我们的永信方丈气定神闲甩出一句佛家名言：是非以不变为解脱。那意思就是谣言止于智者，贫僧懒得理你们。结果呢，河南省调查组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总结起来就是3个字：不属实。哎呀，我当时差点就信了。官方都这么说了，咱们还能说啥？只能夸一句：方丈身正不怕影子斜，德高望重没名扬嘛。可今天这通报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啪打在了谁的脸上，疼，真疼。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些调查查的不是真相，是寂寞，是给咱老百姓看的特供版，结局真正的导演剪辑版，10年后才上映。其实啊，释永信大师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尚了，人家是少林 CEO， 是把千年古刹干成跨国公司的商业奇才。人家早就说了，不是我太入世，是我太超前。说到超前，大师在个人形象管理上那绝对是宗师级的。有传言说，大师本人其实文化水平不高，但在郑州养着一个专业的公关团队，每次接受采访，稿子是团队写好，大师提前背过。这就解释了为啥我们看电视觉得大师有时候口若悬河，有时候又磕磕巴巴，跟2个人似的。那是因为前者是给了采访提纲的开卷考试，后者是没准备的突击测验啊。还有登峰的朋友说，大师有好几副面孔，对下属一张脸，对政府一张脸，对上级领导又是另一张脸，那变脸速度据说比川剧变脸还快，上一秒还怒气冲冲，下一秒回头看见领导立马春风和煦，阳光灿烂。这演技让咱们这些混迹职场的，甚至混迹官场的都自惭形秽，恨不得当场拜师学艺啊！你以为永信方丈是佛门个例，那你可就太天真了。他不是一个人在渡劫，他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奇葩宇宙。来，今天主播就带你参观一下破戒名人堂。第一位重量级选手，前武林盟主，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北京龙泉寺的前方丈学成法师，这可是咱们佛教界曾经的一哥啊。结果呢，2018年他被指控利用其在寺庙的地位对女弟子有不轨之举，还有资金问题。这事儿直接把中国的 Me Too 运动一把火烧到了宗教界的最高层，最后结果辞去所有职务，人设彻底崩塌。第2位网红诈骗型代表，你以为高层才乱错了，现在这年头连和尚都玩起了网红人设，但剧本拿错了，拿成了诈骗犯的剧本，
说的就是浙江绍兴的道路和尚。他打着救助弃婴的旗号，在网上直播带货，积累人气，吸引了大量善款。结果呢，警方调查发现他涉嫌诈骗，把数千万的善款挪为己用，还搞起了家庭作坊，拉着前妻、女儿、现女友一起干。最近这位网红神僧已经被警方带走了。第三类基层代表，打工和尚。有媒体早就报道过，有些寺庙里的和尚出家动机就不纯，纯粹是看这里香火旺，当成一份工作来干。上班念经，下班就溜根不清净了，抽烟喝酒剧毒，放了假甚至跑到世俗享乐场所修行去了。广州海庄寺的和尚释明初就被人拍到在夜总会消遣。我的佛祖啊，这哪里是修行，这分明是将尘世间的享乐带入了他们的生活啊。第四类，国际大片型。如果说咱们这边的瓜还只是连续剧，那邻居泰国的瓜简直就是好莱坞大片级别的。泰国出了一位网红叫 Golf， 伪装成虔诚的信徒，专门去接近那些高僧大德，在建立特殊关系后偷拍了他们的私密视频，然后反手就是一个勒索。涉案的僧侣高达数十名，金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85亿泰铢，差不多7500万人民币。警方从他那儿搜出了5600多段私密视频，8万多张照片。有些高僧为了堵他的嘴，不惜挪用寺庙的公款，甚至给他买奔驰。这事儿闹得太大，最后泰王都亲自下场，一口气撤销了81名涉事僧侣的圣职。所以你看，从高层腐败到网红诈骗，最后到跨国丑闻，这剧本是不是很熟悉？别急，老祖宗早就把这一切都写好了。《水浒传》里早就揭开了真相，原来但凡世上的人，唯有和尚情欲最紧。为啥呢？因为他们一心娴静，吃了上好的斋饭，住了宽敞的僧房，又没啥俗事操心，那可不就得专一理会这等勾当吗？虽然刻薄，但也反映出一种长久以来民间对权力之下人性异化的洞察。再看看金庸老爷子的小说，那更是把这事写绝了。《天龙八部》里的少林方丈玄慈一代高僧吧，武功盖世，德高望重吧，结果呢，背地里跟叶二娘不清不楚，还有了虚竹这个私生子。这不就是古代版的方丈有私生子的剧情吗？艺术来源于生活，没骗我哎。小说归小说，咱们得来点硬核的。为什么这些本该普度众生的大师，一个个都掉进了欲望的深渊？咱们用大白话总结一下，无非就是3个字：权钱色。第一是权力，无论是方丈还是教皇，一旦坐上那个位置，他就掌握了巨大的资源和话语权，信徒的供奉、寺庙的资产、社会的捐赠都归他管。这种权力太容易让人飘了，觉得自己就是规矩。第二是金钱，现在的寺庙很多都走上了商业化的不归路。你看那高价的头香，满身的奢侈品，还有各种文化产业园。当寺庙的 KPI 从普度众生变成了创造营收，那和尚也就从修行者变成了职业经理人。泰国那个民调就一针见血，超过76%的民众认为僧侣堕落的首要原因就是对世俗享乐和财富的执着。第三是欲望，咱们得承认，僧人首先是个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佛教的戒律是用来对抗欲望的工具，不是一键删除欲望的按钮。当一个手握权钱的成功人士身边总少不了仰慕者和投怀送抱者，这时候所谓的定力就得天天经受考验。很显然，很多人没考过。佛教里有个词叫末法时代，就是说佛法流传到后期会进入一个衰败期，僧人戒律松弛，正法不彰。以前我总觉得这是个很玄乎的说法，现在你看新闻，这哪是末法时代，这简直是末法时代啊，一个比一个魔幻。已故的大学问家张中行先生说得好，他说和尚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弱点，把寺庙想成天堂，把和尚想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那本身就是一种着相，离真正的佛法反而远了。这话真是通透。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释永信的这声惊雷到底炸醒了谁？他就像一声少林寺的暮鼓晨钟，敲给世间所有人听。他告诉我们，圣地从不自动净化人性，无论是多神圣的地方，一旦权力失控，监督缺位，那身披圣袍的凡胎肉体也未必能抵挡住人性固有的脆弱和贪婪。他也提醒我们，信仰的光环终究罩不住欲望的深渊，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在山顶的庙堂里，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那座抵御诱惑的寺庙，得靠我们自己一砖一瓦的去建。释永信的功与过，自有历史去评说，但他的故事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丝重要的提醒。瓜友们，对于这佛门的惊天大瓜，您有什么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还有那个小铃铛。
一定要打开，不然下次塌房你可能都赶不上热乎的。咱们下个卦再见。